大家好，我是来自华为的林瑞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分享是 OpenTiny 的 GenUI， 一个实时个性化生成式 UI 的一个框架，重新定义了人机交互的一个体验。那么首先我会分为5部分来讲啊。第一部分是介绍 GenUI， 通过一些案例来介绍生成式 UI 的一些优势。第二个是讲我们 OpenTiny 的 GenUI 的一个实现。第三部分会对比一下协议。然后最后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和最后一个快速接入一个 demo。OK， 第一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生成式 UI。我们可以看到右图啊，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本的一个对话。我们可以看到都是一个一来一回的对话，然后如果信息量比较多的时候呢，其实是AI 的回复会非常长，会出现一个文字墙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在传统对话中，它有一些限制，它会出现一些像信息过载。然后在多轮对话中要收集信息，它会出现一个任务的效率比较低下。还有就是它会缺乏一些个性化的表达，然后在我们的业务集成当中呢，它是会有更多的障碍去对接我们后端的一些系统。接下来通过几个案例来介绍生成式 UI 的一个优势。第一个案例是像右边的图第一个图里面的这样一个销售数据它是通过 Markdown 形式回复我们的。那这个数据呢，它就是一个表格的形式，它就没有那么的直观。那么如果使用了生成式 UI 呢 ，AI 可以实时的生成这样一个可交互的可视化的一个图表，然后来完成这样一个可视化的展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变化趋势等等。也就是说生成式 UI 可以让这个文本变得更加生动，更加可以去交互。第二个生成式 UI 的优势是这样的，我们看到右图右边的图，我们是同样都是点一杯奶茶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在我们大部分的业务场景里面，其实我们是需要收集用户的信息的。那么我要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有大量的选项提供给用户去选择。那在传统的文本对话当中，它就需要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来回的形式，需要很多轮的对话才能完成这个信息的填写。那么使用生成式 UI， 它就可以直接的AI 直接生成一个动态的表单，它支持你跟它去填写交互，最后提交这个表单。也就是说，生成式 UI 是可以优化这个多轮交互的信息的。第三个案例呢，是一个实时渲染的一个个性化问题。那么传统的文本，因为它只是文本，它再怎么变化，其实也很难有个性化的表达。而使用了生成式 UI，你可以看到右边2张图，同样都是一份报告。那我可以选择一个严肃的风格，我也可以选择一个比较活泼生动，甚至里面有 emoji 表情等的这样一个风格。这就是生成式 UI 使得这个个性化表达成为更容易的选项。对于用户来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感知，就可以根据自己用户画像去实时的让 AI 生成符合自己风格的内容。那么总结一下，生成式 UI 跟这个传统文本的这样一个对比的优势比如像第一项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密度是提高了。因为它可以用可视化等等的手段来把这个信息更清晰的呈现出来。第二个就是它支持用户与这个生成式的卡片进行一个交互，而不是传统的用户只是一个阅读者，把这个生成的内容进行一个阅读而已。第三点是它提高了这个任务的交互效率。我们可以看刚才那些信息收集场景，其实用户可以在一个表单里面更直观的看到我能做哪些，我能选哪些内容，那这个任务效率就提升了。还有第4个是它可以支持这样个性化的表达，每个用户有不同的品味，那他可能就需要调整界面，成为他自己的那种想去选的方式。第5点是生成式 UI 其实可以跟业务里面去更深度的去融合，它可以匹配你的一些业务选项，像刚刚生成的表单一样 ，AI 直接读取你的业务选项，直接生成这样对应的内容。
好，下面说一下我们 OpenTiny GenUI 的一个实现啊。这里是一个如何生成这个 UI 界面的一个阐述。那么用户呢，通过自然语言，然后去描述了自己一些诉求。大模型理解了这个用户的意图，分析了用户这个诉求之后呢，输出了一个特定的一个 JSON 的一个数据结构。前端呢会预定义一个组件库，它会准备好一些常用的元素。那么渲染器呢就来处理大模型输出的这个 JSON 结构，然后把它映射到对应的UI 组件上。那这样就能够实时的生成，把大模型生成的这个 JSON 结构翻译成一个用户界面，推送给用户，最后用户就能够接收到这个生成的 UI。那么这里面呢，OpenTiny GenUI 的架构大体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在用户跟大模型中间，我们加了一层渲染器层。那么传统大模型它其实是可以通过 MCP 或 Skills 去获取数据，去操作一些 API， 获取一些操作的指令等等。那么大模型要怎么输出对应结构的JSON 呢？那我们在这里就是给大模型放置了我们的 JSON schema。通过 Prom 或者 Skill 的模式去提供给大模型，那么大模型在读懂这个 schema 之后，当它觉得我需要输出一个 UI 给用户，它就会自动根据这样一个格式生成一个 DSL 推送给前端，前端这个流式渲染器就能够根据这个 JSON 显示成 UI 推送给用户，用户在这上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操作，这些操作也会继续推给大模型继续多轮对话的处理。这就是整一个的架构。那么 OpenTiny GenUI 的核心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这个流式渲染器，第二部分就是提供给大模型这个系统提示词。这就是刚刚说的那两部分核心组件。第一部分系统提示词定义了这个 UI 组件的描述的语法，它能怎么样去被解析，然后映射到对应的什么组件里。第二块是这个流式渲染器，把这个 JSON 真正的映射到对应的组件，然后呈现给用户。接下来是一些把它集成到我们业务当中的一些扩展。在这里面我们支持一些物料的自定义，其中你可以自定义一些UI 组件，把一些自己的属于自己业务风格的组件集成到这个系统当中来，也可以把一些带有业务属性的组件集成当中来。第二个是支持这样一个品牌化，就支持注入自己的一些颜色或者那个品牌的色调啊，一些对应的一些物料等等。还有就是可以把自己系统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知识库内容给集成到这个对应当中里面去，这样它就可以够根据这个业务特性去响应。另外一点呢是支持这个上下文的集成，它支持跨组件的这样一个交互，还有支持一些状态管理，还有支持上下文的感知。你可以把这个生成式 UI 生成在你们对应的业务框里，然后给它提供对应的上下文，那它就可以跟这个上下文进行一定的交互。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啊，跟Google 的 A2UI 协议进行对比。Google A2UI 也是一个生成式 UI 的一个协议，但 Google UI 的 A2UI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主要还是后端驱动的，因为Google 在考虑这个安全问题，所以它限制了脚本，脚本是不能在 UI 当中去推送的，所以它就会所有的响应需要通过后端来响应。它这个样的设计的整体的设计会更适合跨端，我们在手机端或者不同端去使用这样一个生成式 UI 的协议会更合适。而 OpenTiny GenUI 呢，它是允许在里面写脚本的，也就是说，用户如果需要一些及时的反馈，我们可以通过脚本去实现这样一个在前端直接变更这个界面。这里面我就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表格，表格里面有很多数据。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要对这些数据根据某种原则进行排序，那么在 A2UI 当中有两种实现方法。第一种实现方法是你可以提供一个待排序的组件，让它能够实现排序，但这种方法它的一个可扩展性会比较弱，因为有些数据的场景不是可预测的。
另外一种就是你 A2E 当中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告诉后端你要排序了，那么后端发起一个请求到后台前端发起一个请求到后台，后台重新把排好序的数据推送到前台它是这样一种模式去刷新界面的。而在 OpenTiny GenUI 当中，它允许大模型写脚本，所以这样一个排序的操作呢，它是可以直接写一个前端的排序脚本，对数据进行一个实时排序。这就是不同协议的一些不同的区别。最后说一下我们后面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生成式 UI 现在除了能够及时的在对话当中生成卡片和界面来回复用户，那么后面还是可以继续去做一个应用级别的内容。那么我们后面会往这个AI 原生的这样应用的动态应用的去发展。像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我们一个那个徒步的一个计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跟 AI 对话，让它实时生成一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呢，就可以支持里面会有一个地图你可以跟它交互生成这样一个地图，去看到你这个徒步的地图，然后另外可以看到可以有一些预定，你可以预定对应的一些酒店等等。可以在同一个界面里面预定，最后它还会有一些调用一些工具去自动生成这个你这次需要打包一些什么内容，带一些什么行李去，以及会给你有一些天气预报等等，可以集成这个周边的工具。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完善的这块的生成式 mini app 的一个规划。最后想说一下，就是这块对开发者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后面是可以通过对话来生成这样一个应用。那么，对开发者来说，他就不再需要去关注这些技术细节你只要想开发一个应用，你就对话就能生成一个应用。第二个是这个软件它其实会更加的敏捷。这里面主要是包括你的用户，他发现这个界面不适合他的风格，那他可以随时通过一句话去调整这个界面，把它调整成适合自己的风格。那这块就会是非常的快，不需要一个很长的反馈链路。那么对开发者的角色呢，也会发生一些转变。那开发者就可以更加的专注于业务这个逻辑，而不再去思考说这些页面要怎么去分布，这些我们通通都可以交给 AI 去实现。最后是介绍这个如何快速集成我们的这个 OpenTiny GenUI。我们有支持Vue 跟 Angular 两个框架目前，然后这是一个使用我们 Vue 框架一个快速集成的一个方法只需要初始化一个 Vue 的项目，然后把这个 SDK 给装进去，启动服务端跟修改这个把这个 GenUI SDK 引到这个 APP 当中。然后就可以去跟它实时的进行对话，然后让它可以产生对应的界面。然后说这么多，就是我们这块其实是在 GitHub 上开源的，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 OpenTiny 这样一个社区，然后来我们也有对应的其他的一些关于前端跟 AI 之间的结合的一些框架跟一些解决方案，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一起来共建未来。好，我的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然后待会儿我们也会有一些 demo， 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待会儿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展位去看一下我们的整个交互的 demo。